Hello， 大家好，今天是1月22号，美股盘前行情快报，我是阿哲，我们又再次见面啦。成功抄底，美股大跌，果然要大买。这次下跌，你有买入股票吗？特斯拉时空共振上涨，这里是加仓机会。OKO 回调结束了没？这里能不能开始买入了？我们来到今天的行情图版。首先，我们看好本期视频的行情目录。今天是市场观察纳斯达克指数第283期的视频。那么阿哲依旧会通过以下3个部分讲解本期视频美股的盘前观点。那么第一部分还是要看一下有关于指数的一个环境。那么通过我们一直以来的学习，你会知道市场指数环境会影响个股的操作。当指数要下跌时，你的个股不管技术面表现得多好，基本面表现多好，该下跌的基本8、9成也会跟随市场下跌。所以如果指数能够在这里止跌启动，那么很多个股也将产生短线的多方机会。所以指数的环境一般阿哲是重中之重去分析的。所以第一部分我们还是要讲一下有关于当前观点的一个回顾，以及呢日内变盘的时间，还有在日线上波段是否存在交易机会，这是第一部分。那么第二和第三部分，我们在了解指数环境之后，再来看到个股的解析。第一支标的是特斯拉，而后会讲到亚马逊、英伟达、谷歌、甲骨文、MSTR、微软、博通、AMD、HOD、APP、高通、Circle、OKO、PLTR、Coin、Coreway、美光、RKLB。如果您是位新同学，首次观看阿哲视频，那么阿哲需要做一个温馨提醒，就是我们视频当中的内容是比较多的，所以如果您不太适应观看一个长视频，那么阿哲也知道不是每只标的每部分内容您都感兴趣，那么阿哲也做了一个时间段落，把每只个股分析都分了节点，您点击对应的段落，跳转时间轴，可以快速的观看您最想要观看的那一部分内容，希望这一个设置能够帮助到您。当然了，第一部分阿哲强烈的建议大家是完整的观看，不要错过后续的个股解析。阿哲只是简单做趋势和交易的分析，不会涉及到特别多的知识点。所以第一部分我们要认真的收听完整，那么对于市场呢会有更好的一个把握。那我们先做一个观点的回顾，当前的市场出现了一个上涨，那么我们之前说过，这一根 K 线的下跌是变盘点。变盘点如果是处于上涨时的变盘呢，它容易是一个变盘高点，那么如果是下跌变盘呢，容易是低点。所以每一次在变盘点前或者说变盘点那一天出现大幅的下跌跳空，正常呢它是会有反弹出现的。那么这一天的变盘呢是处于新月变盘，我们在昨天的会员视频以及财神课程当中都有讲过，市场处于新月，而市场下跌，特别是这种跳空下跌时，新月后上涨的概率是极大的。所以最为激进的策略是越跌越买，大跌大买。而在新月后的第一个交易日，中移市场迎来了如期的一个上涨，而且比较强势。那么如果你是在下跌时买入，那么基本这一天哪怕短线获利兑现有5到6个点，那么也是很正常的一个事情。那么当前我们就要注意了，这一个反弹是否能持续，它是反弹还是能够继续上涨新高，这是我们接下来去关注的。那么第一次反弹博弈成功之后，关注前期这一根下行的趋势线。我们之前其实讲过，目前短线哪怕看反弹，它后续呢阿哲不太看好，因为它当前出现了5连阴线。上周六的视频我们讲过5连阴应该怎么去看待，它呢在市场上涨时出现是不太好的，而且目前呢还属于一个高位5连阴，所以这个地方的5连阴和前期这种地方的5连阴是类似的，属于市场大概率是出货的5连阴。这种出货之后的市场上涨呢，它对于波段来讲大部分是一个逃生门的机会，短线呢可以参与当波段投资者，很多时候可能我们就做高抛，可能会比去抄底买入会更好。当然阿哲这里讲的是一个大概率事件，5阴之后市场那里去打破左边5阴的高点。那么如果这波反弹能够很强势，首先第一个难关就是上方的这个缺口，以及呢这个下降趋势线，如果能够站上去，那么回踩不破，那有机会呢能够把这5根阴线的灾害给躲开，那么给消化，那么市场还能够新高。但在此之前，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地方有很多的难关，虽然难关可能能够关过，但是目前依旧处于第一重压力。所以这里呢波段投资者你呢没有必要去赌这里能够重新扬帆起航，而应该注意的是反弹遇阻，应该把之前没有卖的筹码再次的高抛，找高点的去卖出会更好一些。短线的话呢也要小心啊，任何的一个遇阻情况，那么都要及时的去获利兑现，不要错过一次短线的利润的获利了结时机。这是阿哲目前的一个短线的看法和波段的看法。短线看延续反弹，波段小心市场遇到上方的阻力。这个阻力呢主要是下降趋势线以及这个缺口，这第一重关卡能够过，
才有机会回踩之后去启动新的波段行情，否则在此之前任何上涨小心风险，未来还有机会继续下跌。而后我们来到今天的第二小节，叫做日内的变盘时间。这个变盘时间呢，是阿哲在每天的盘前都会在盘前广播当中写到的。那么昨天是1月21号，美股盘前，阿哲这边写到了3个香港时间的变盘点。这个时间，如果您是订阅粉丝同学，应该每天盘前都收得到阿哲所写的盘前广播。这个时间变盘只是其中一部分，阿哲还会讲到指数的观点和个股的一些关键点位。好，关于这个时间怎么去看呢？你应该先转换成美股时间，因为阿哲软件当中就是当地时间。如果您是非本地区的，那么您要转变一下，比如说10点45，如果是美股时间呢，应该是属于早上的9点45。那么凌晨15呢，美股的时间应该是一个早上11点15，是吧？都提前1个小时，然后晚上变早上就可以了。大家这个时区转换记得平时用的时候，记得及时去转一下。所以我们看一下昨天的一个3个变盘点。第一个点呢是开盘的第一根15分钟 K 线，那么这根 K 线呢，后续证实是一个变盘低点，而价格一路单边上涨，涨到了12点这边的12点15分，那么市场见到了高点，而出现了跳水下跌。跳水下跌过程当中，阿哲在财生频道是有做了一个提醒，今天美股的日内香港时间10点45是变盘低点，12点的15是变盘高点，所以呢，以此可以推断3点的时候应该是一个变盘低点，所以下一个变盘点我们要关注它的反弹或者上升的力度。那么很好的是，在3点的时候市场调整结束，震荡之后启动加速，并且这个加速呢是连续强阳突破左边变盘高点的，所以当前的结构可以说从变盘时间角度上看是强势的。然后大家可以看到今天的第一个变盘时间，那么是香港时间阿哲这边晚上的11点半。那么价格走势目前是回落的，那如果今天延续回落开盘时也是下跌，那么跌1个小时左右，到了11点半的时候，那么关注那一个15分钟 K 线容易产生低点变盘，而如果出现反包阳线类似启动的阳线，可以做日内的一笔买入交易。而假如今天如果开盘是上涨的，那么注意了，涨到11点半的时候，如果不过左高或在左高附近有压力出现长上影线等等的一些风险信号的话呢，注意了，这可能是一个日内第一个高点变盘。所以这个变盘时间呢，阿哲一般是认为您做短线的日内做交易的，可以关注一下在这附近的一些短线的买入和卖出机会。如果您是做波段交易，那么您可以平时不太关注，但如果你要去买股票了，日内你要去买股票了，你可以关注一下，至少在股价上涨时遇到变盘点，指数你知道它可能要高点变盘了，你就不要随便买股票了，你应该等它跌下来再去找低点买，这样的话它可能会有比较大的一个价差，对于波段投资者，哪怕你是做日线交易的，在买点上也能够有所优化，因为指数的高低点对个股来讲也是有比较大的影响。当时15分钟这一波跳水下跌，是有很多个股也出现了一波回落下跌，如果在这附近你去买股票，你也很容易买到市场当中一个不太好的一个高位，所以这是一个变盘时间点，大家在日内可以去辅助买卖的一个依据，对于日内交易者来讲应该帮助会更大一点。所以如果您是订阅粉丝同学，但是还无法收到盘前广播的，可以在右上角弹窗小卡片当中去找助教老师领取每天的盘前广播，阿哲每天都会写这个变盘时间。那么希望听到这里，阿哲所讲的内容能够对您有所帮助。那么如果您是老同学，那不要忘记为阿哲视频照常点一个小红心，点一个赞。如果您的时间相对充裕，阿哲也希望大家能够到评论区留下一句您的宝贵留言，或者是建议。当然如果是新同学，阿哲也希望大家能够在学习之余可以点击订阅按钮，成为阿哲讲究频道的订阅粉丝观众。在显示已订阅之后，您只要把全部铃铛打开，那么未来阿哲的每一期视频您都不会错过。阿哲一发布视频，您会立马收到频道的通知会有一个小弹窗告诉你，你就可以快速阅读阿哲的一个视频内容和知识点。很感谢大家在手势相见就能够订阅阿哲频道。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到第3部分，叫做日线的趋势分析。前面所讲的呢，很多时候是日内的一些关键点位，比如说今天的第一个变盘点11点半要注意，它可能是高点变盘或者说低点变盘。如果是高点变盘，不要在那里随便去追入一些股票的上涨。好，那么我们看到日线的趋势分析就更加偏向于波段的交易。当前的股价走势走到这里我们波段产生什么样的一个点位或者说一些现象可以做一些交易的博弈呢？我们来看到日线的趋势分析。那么当下我们所看的是纳斯达克指数的日线图表。
那么纳指呢，在这一根下跌阴线的时候是一个新月，那么新月呢，它产生的位置，它容易出现一些上涨的机会。这种上涨呢，但其实它无法去决定它一定会是一个波段上涨，很多时候呢，也有可能是短线的反弹。所以你会看到，像之前这里呢，就是大跌，就一波中期调整之后的新月啊，很多时候可能行情会走得远一点。那如果是相对中途产生的新月，可能就是涨个2-3天。那么像有些地方啊，可能还没有加速过、启动过的新月呢，市场就有可能产生比较大的行情。那么现在这里呢是一个相对短期的1周的调整，所以这里产生的价格反应不容易。那么它很难的说一次性，你说看一个波段，像前面这种上涨。不太容易啊，因为它没有一个相对合理的或者说时间够长的一个调整，而当下产生的就是反弹。那反弹除了刚才所讲的那2个压力位之外，你要看一下图中的一个紫色飘带。那么图中阿哲所看的这一个面板这些指标啊，它构成一个阿哲所用的趋势交易模板，叫做山海趋势图。那么这个模板也是，如果您订阅了阿哲，您是可以去体验、可以去激活使用的。你要关注一下，目前它跌破了这个飘带，紫色带呢，说明是一个上升趋势。在上升趋势当中，它一般的正常回调的幅度啊，是不应该跌破飘带的。如果跌破飘带，就说明这个趋势即将被改变，或者说它可能是一个更大级别的砸盘调整。所以正常来说，紫色带上的回调啊，它是不会去跌破飘带的。你会发现这种调整是不破飘带的，只要不破飘带啊，说明这个上升趋势是没有问题的。只有市场开始跌破飘带了，你要小心它可能有问题了。当跌破飘带不代表一定会出现走坏，它正常跌破飘带之后，走坏的表现是股价可能反弹无法站回飘带，或者说股价反弹不能创新高啊。所以当跌破飘带时，我们首先考虑的是它可能是个砸盘，可能是一个跳空之后的买入机会。市场呢，很多时候只要趋势形成，它不会那么容易被改变。趋势形成之后的快速短线的跳空下跌破位，它很多时候会有反弹的。所以像这些位置，只要破了位，都会有上涨。但是上涨的初期只能看反弹，未来走出新高，再次强势回调，我们一样的去做多头。而每次的破位，先小心反弹不能新高再破新低的这种情况出现。如果没有，那么后续回调依旧做多。当市场出现下跌破了飘带，而后反弹无法新高再破飘带，注意了，这种地方就说明它走弱了，容易走坏。好，所以价格走势它上涨之后能破飘带，说明趋势有可能走坏，但后续只要上涨还能新高，说明趋势呢还算是多头占优。所以当前的情况就是又破飘带，破飘带是否能新高是接下来的关键的观察要点。像前面破了飘带，是不是有反弹的力量？而后市场后续呢能够走出新高啊，破飘带能有新高，这些说明它整体的风险呢就被抵消掉了。破位没有改变趋势，你要担心的是啊，破了位之后反抽不能站上，亦或者是不能新高，再破飘带，或者说再往下收大跌 K 线，那么这种情况下。市场的趋势就改变，那么说明还跟前期这种一样，还有下跌空间啊，至少可能还要再跌一波。所以你要关注这个地方，上海趋势图上方这个飘带的数值，它是游龙线和伏五线的2个价格，分别是23,455.91以及23,436.48，构成了这一个压力位。所以价格往上走，这里是压力。如果在这里出现冲高回落长上影，注意了，这里是高抛点。如果是高开低走的收阴线有压力，一样呢作为高抛点啊，所以这里是一个压力的体现。价格如果能够收一根阳线直接站上，那么说明这个反弹是延续的，那么之前的筹码可以再拿一拿。站上去之后再跌回来，那么将是我们的风险的2次确认啊，所以这是一个风险的观察点。股价的多空分界，它要站稳它，而后往上再去挺进前高。如果这里站不稳，那么前高基本无望，后续呢下跌则为强势。而后我们再说一下所谓的买点啊，正常来讲，我们能够去找这种破位的下跌后的买入啊，我们一般会这么去看，就是你看一下破位的 K 线啊，正常跌破第一根，跌破第二根，就是2根 K 线，就跌破开始算第一根，第二天就是第二根。好，2根里面的低点就是支撑了，2根里面偏低的高点就是关键 K 线。好，这个价格如果被突破，那么就看涨。个股也同样可以这么去用，就是当股价出现下跌破位的时候，就跌破的第一根就属1了，它的第二天不管破没破就属2，2根里面的低点选偏低的，就2根的最低点里面选最低的。好，这里是支撑，2根里面最高点选最低的，就是都选最低啊，低低选最低，高高也选最低。好，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得出一个关键区间，
这个区间的低点不能破，一被破，我们说后续呢大概率还有下跌。好，而后怎么去买呢？它得要站上这个区间的上沿，这一天突破回踩再启动，所以这里是一买回踩，二买价格加速，价格包括这一天也是一样的，跌破第一根属一，第二根属二，两天里面低点选低啊，然后高点选低，就是这根 K 线，这一天就突破了，所以这一天呢就是个买点啊，包括这种地方跌破第一根，跌破第二根，直接反包，所以这一天呢是一个买点，所以当前也是一样，市场呢走出了一个破底，好，这里是第一根，那这里是第二根，两根里面高点选偏低的，好，那低点选偏低的，我们会得到这个区间当前没有被突破，所以当前的上涨空间来讲，对于波段来讲，其实你没有必要去在这里买，你等它收盘涨上去后啊，再去买入波段的一个看涨点，你的目标就是能够创新高，恢复趋势上涨。当然这个呢算是比较激进的一个方式了，你算是博弈反弹，可做可不做，也可以呢以上涨去高抛为主，所以这是日线上我们的趋势买点，你可以作为一种参考。如果你是比较激进的同学，可以在今天收盘账上去买入波段的一笔绝处逢生买点。所以通过刚才我们所讲的第三部分，你会知道这一根变盘 K 线它同样在趋势上也是个关键的破位 K 线啊，这根 K 线呢将是一个支撑，价格可以在这里震，可以呢突破往上走支撑而后上涨，这是多头走强趋势，这里会构成砸盘低点的一种推进方式。如果你发现价格是突破就掉回来这么去走的，把它呢由支撑转为压力的，那么就说明空方它在走向下推进。所以对于多空之间研究这一根 K 线，以它作为支撑区支撑块啊，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关键的分析块，那么以此呢去看未来的一个空间走势，最好把它转为一个持续的支撑而往上推进新高趋势，后续就没有问题。反之啊，这5连阴影响就还在，后续上涨往下破啊，风险就来了。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第一部分3个点所讲到的纳斯达克指数的技术分析。那么希望看完您能够对于指数环境目前有一个大体的分辨。那么接下来呢，阿哲需要讲一个内容，就是关于订阅粉丝同学刚才我们所讲的，不管是盘前广播还是山海趋势图的使用权限，您只要是订阅了阿哲的同学，都可以去找助教去安装去领取。如果您是老同学但也没有体验过同样的也可以找助教去进行一个激活双重福利。这3重福利呢都可以在点击订阅阿哲之后你要注意了，先看一下有没有订阅阿哲。这个订阅呢动动小手指免费点个订阅就行。点击订阅之后，右上角有一个弹窗小卡片，然后您点击卡片就可以找到助教老师，然后跟他说一下要粉丝的双重福利。同样你也可以在下方的评论区看到阿哲所发布的置顶评论，那么有一条链接是助教老师的联系方式，点击链接也同样可以找到助教这两种方式在你订阅阿哲之后都可以去找助教领取这双重福利。第一个呢是山海趋势图，第二个是盘前的广播，包含了每天日内的关键空间点位和日内的时间变盘点位。第3重福利就是我们的进阶知识课程，这个课程呢是我们每周都会去开办的，阿哲和阿哲团队的老师会为大家去讲解，通过技术分析的学习教学，再到市场实战的一个结合，我们会每天去分析当天的市场，以及告诉大家在当天市场哪些技术分析可能更加适合目前去使用。所以每周的课程都会有所变化，更加适合当下最新的一个行情。如果对于公开的视频您在学习之后还有一些疑问，或者说您想要学习更加进阶的知识点，都可以在找助教之后去报名一下我们平时内部的一些不公开的课程。这些课程都是在公开频道无法学习，而我们只在内部针对粉丝订阅同学以及财生朋友去进行的一个私密分享。所以希望大家呢这3重福利领取之后可以有所收获，也希望您在今天订阅阿哲之后能够立刻马上能够开始进入学习的状态，能够有所收获。感谢您的订阅、评论和点赞。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到第二部分。第二部分呢，我们来到个股解析，第一只标的是特斯拉。那么当前我们所看的就是特斯拉的图表。那特斯拉的这一个图表呢，我们画过很久了。我们说过这里特斯拉是有一个支撑位的，而且是个共振支撑位。一个呢就是前方相对近期的一个上升趋势线，当然也算是一个中期的波段趋势线。另外一个就是这一个上升轨道的扩展，它是不是已经从高位这个黄色块往下跌了2个区间了，来到了一个下沿附近。之前我们说这一波下跌，它的下跌空间其实不多，所以对于左侧来讲，你完全可以以前面这一根
支撑作为防守位，而后以下跌买入为一个策略。所以最近我们的特斯拉在盘中广播是不是讲过就是411附近没有去有效跌破之前，我们可以以下跌去买入的思路去做。当然你比较激进的话，可以越跌越买，相对的右侧的话呢，可以等昨天反包阳之后再去看涨。当前这里呢就是一个共振的趋势线的支撑点，而后出现了止跌阳线，确认了这个支撑的有效性，至少涨势是有效的。同时它还快速把缺口给回补，而后是反包阳线，所以当下可以做一个看涨，而后把防守位呢放到这一个空间夹角上。如果出现反弹之后再破位，那么你再去做止损，因为接下来的空间呢就会相对比较大一点。而这个地方它在不破位之前，那么下跌空间到此就戛然而止。我们会知道这个地方是在时间变盘以及在空间上都有所依据，可以去做低点买入的一个信号。同时的，我们也讲过昨天的会员视频是不是讲到了特斯拉上方是一个高位的5连阴，所以高位5阴，特别是加速之后前高附近的5阴，要小心是出货。当股价跌到某个支撑位特别是中期调整之后出现了5连阴，它有可能就是一个低位的5连阴。这种5连阴呢，很多时候可能是砸盘，就像我们之前有看过的一个地方，特斯拉之前这波下跌时，它在高位的时候出现了连续的阴线是吧，也有5连阴，然后中途加速时呢也有5连阴，这些呢都不是很关键，关键的是你要看到它在低位产生市场上涨时出现了5根的阳线。所以低位呢5阴，而后出现反包阳线之后，我们可以说这里是有机会是一个市场最后的砸盘5阴，所以股价看涨。而这一个低位5阴的情况如果它真的是低位5阴是为了砸盘的话，那么它有一个反馈，应该就是快速的把这5根阴线的高点给吃掉。如果可以，最好是在3天之内把5根阴线吃掉，那么这种情况下就可以完全确认这里是一个砸盘低点。那未来布局就是往上挑战前方的缺口和前方5阴的一个高点，所以当下呢可以算是一个相对低位，是比较好的布局点，可以作为之前买入过一次，当下再次加仓的机会。而后我们看一下上海趋势图的表现。当前我们所看的是特斯拉的一个日线图表，那图表当中这除了上海趋势图之外，还调出了一个 TD 九转，就是神奇九转的指标。那么曾经我们在这个地方为什么去买入特斯拉呢？因为它当前是走了一个神奇九转。好，那么当时我们这里买入之后有说过一个观点，就是411.84它是作为一种转空线，也就是说市场到这里你去买入的任何一个左侧筹码都可以以411.84作为一个止损。价格不跌破它之前，我们认为左侧在这附近都是一个买入区间。那么当然你可以在这里做右侧买入也行，然后你的买入点在这附近以411.84作为一个止损。那么我不管是这一根买的，还是昨天买的，还是之前下跌我们新月区低吸的，那么都可以以411.84呢作为一个最终止损。当收盘价把它跌破时，意味转空。转空的话呢，可能还要往下去看到龙门线，或者说我们今天所讲的那个下沿通道所以当下我们以411.84作为一个防守，而价格不跌破之前，这里是越跌越买的策略。那么当下它是一个中短期的下跌趋势，黄色带，黄色趋势带呢，我们就以每次上涨还是以短线反弹去看待。那么以压力，它得要先过这个游龙线441.575作为第一个，那么它的上沿就是伏5线456.9557，那么作为一个压力位。所以我们这里呢有很多的一个看涨信号，有理由去看涨，但我们还是要小心，就是它的一个上冲力度不够，那么它有可能会转震荡。所以价格走势如果要快速的短期内把5阴给确认了，它是一个低位5阴，那么它是不是基本不应该受到游龙线的限制？所以这个地方还是要注意的。如果游龙线都过不去，那么说明我们想看涨，我们觉得它强，但是它依旧还是无法得到资金认可，那么可能要转震荡，甚至打止损。所以游龙线尽可能不要产生压力，而是直接能够过。那么第一关过了，再看下一关，那么就是伏5线456.978的一个空间价格。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在做特斯拉时要注意的一个转空位，以及呢市场的上方的压力。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到下只股票是亚马逊。亚马逊的一个整体走势我们还是比较偏向于看涨市场的价格走势它已经往下跌了比较强势的单边走势所以我们说过股价上涨时你不要乱追特别是有金顶 K 线是上海趋势图当中的风险信号的时候不要乱追。一般金顶之后要等它释放风险再去看涨，所以当前就是释放风险过程当中。好，释放风险时呢，可能偶尔会出现反弹，但只要力度不够尽可能不要乱买，或者说你哪怕买也把它当左侧，不要买太多。所以我们到了现在，它出现了另外一种 K 线叫蓝色 K 线，
就是金顶之后出现蓝 K， 那么就是金顶 K 线呢是说明市场太过于狂热，容易回调。那么这种蓝色 K 线呢就说明市场当下有点冷清了，就市场呢大家呢冷静下来了，这个时候它就是短线超跌。好，那么这种时候呢，市场一旦出现再次看涨，这种看涨信号就比之前黄色 K 线狂热的这种看涨信号而且认为更加理性一点。所以当下呢，我们对于亚马逊的看法就是它在龙门线附近，那么产生了一个抄底 K 线的信号，只是等待确认而已。像之前的龙门线是吧，跌到这里龙门线有蓝 K， 股价呢看涨，跌到龙门线附近有蓝 K 有钱袋子突破，股价呢看涨。现在也是一样的，股价往下跌到了龙门线，跌到了太浪 K 线蓝 K， 等到仿包看涨。它同时是不是也是关键的点位 K 线就是它跌破了飘带的第一根，跌破第二根，所以它呢也是一个高点取低低点取低的关键 K 线突破，这里构成共振的绝处逢生买点。所以用山海趋势图，我们可以快速的分析出趋势的一个变化。那么希望呢，这个山海趋势图对于粉丝订阅同学能够给您提供一些帮助。你也可以看一下你手中的股票，它是否在安全的位置。如果它是在黄色 K 线附近，就要小心；如果是蓝色 K 线附近，特别还是在龙门线附近，那么就要关注它的一些抄底机会了。如果您目前还没有激活山海趋势图，那么也可以在右上角呢，可以找到助教弹窗小卡片当中点击找助教，然后去激活这一个指标模板。那么目前亚马逊就以龙门线作为一个防守位，关注它的支撑 225.454 这附近呢已经进入到了一个相对的中短线的低位注意这里的买入信号。接下来我们再看到英伟达。英伟达昨天的反弹其实也是比较强劲的，在反弹上涨当中，市场是不是出现了一个仿包阳线？这种仿包阳线呢，跟特斯拉比就相对弱一些，因为特斯拉呢它是把这个缺口补掉了，而我们的英伟达是没有补的，所以这个地方它还是有一个左缺口和右缺口的产生，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倒金反转的这种可能性。不过这种可能性呢不算很大这个缺口被补的概率呢比较大一点，只是我们要小心这种可能而已。如果无法把这个缺口完全回补之前出现再次的下跌，甚至呢把这个低点再破掉，那么其实就说明不管任何的理由至少价格上选择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它还是比较弱的这种可能性目前是阿哲认为比较小好，当前的这个趋势就之前的颈线到目前为止还是无法完全成功站上，这里一波下跌破位之后反冲有压力，直接破了一个缺口出来，所以当下呢这一个压力是依旧有的，后续再站上还是要小心。当前的英伟达属于中期阿哲觉得比较不错的位置和时间周期，但是价格上当前的表现还是比特斯拉要差一些。我们再看到它的山海趋势图的一个表现，目前所看的是英伟达，英伟达呢当下是不是离这个龙门线也是比较靠近的，然后价格走势当前是一个什么飘带，是一个紫飘带，所以紫色飘带就关注了，股价往下破位的时候它容易产生一些多方的进场，像股价往下破，这是跌破的第一次，就它已经站上去了，再往下破跌破的第一次，跌破的第二次，所以这里是一个关键 K 线被突破，比指数提前出现买入信号，所以这里呢可以构成买点。那么这个买点如果出现你要小心的一点就是它能不能去新高。如果这个买点之后它不跌破这个关键 K 线，然后能够走新高，那么基本上趋势后续就反复去做就行。而假如往上走连这个飘带都站不上，往下就容易破龙门线。所以关注一下价格表现的游龙线，它是 185.675 作为第一个压力，昨天打到之后股价回落，那么看一下今天能不能顺势站上，那么将过去第一个压力，然后就往前高我们的小前高去看。当前走势还可以了，因为它的龙门线和它的飘带是靠得比较近的，如果启动，那么这种位置还算是有一定的力量，就是股价走了一个收敛的情况，有点像老鸭头是吧？之前像这种地方其实也一样有发生过比较大的调整，长的调整，但龙门线是向上的，价格呢在这附近，只要方向后续走强，其实还是有波段行情的。所以这个地方呢，我们希望它能够站上飘带，回踩不破往上走，是有机会去挑战 212.18 的这种高点的。只是破位之后的这种新高它一般也容易走弱，但是至少这一波新高的地方就容易是一波不错的空间利润所以我们可以去好好的看一下英伟达这附近的一个中期，就是你如果是做中期的，你可以去好好关注一下，短期的话这个呢就不算特别强势了英伟达。那么以上就是对于特斯拉、亚马逊、英伟达的分析。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下一只标的是谷歌。
当下我们所看的是谷歌的一个图表，谷歌呢属于一个紫色飘带，所以它是一个上升趋势。那么上升趋势要关注什么呢？就是回调时候的买点。所以股价如果是上升趋势啊，正常不太建议你去追，因为没有太多必要。因为你知道它是一个上升趋势的话，它必然会走一种相对一波三折，就价格呢起起伏伏。那么如果你非要在涨的时候去买，你也不知道这买的地方它会不会是一个波段高点。所以正常出现了上涨时的一个加速，波段行情你等回调去买呢会更好一点。好，当下也是一样的，回到了飘带之内，所以在日线级别这是一个股价的买入信号，因为它是一个假阳后的仿包，又是前带后的仿包，所以可以看涨。但对于这一点呢，阿哲其实在盘前广播也有讲过，就是这个地方的谷歌它毕竟是涨了很长一段时间了，位置不低了，而且最近发生了一次左高突破之后快速的回落，虽然不是一个有效的跌破，但开始反馈就是力度不算很强，所以这里要小心的一点就是它可能往上反弹的力度无法去新高的话，往下就是风险了。因为在周线上，就价格一旦走远了，你发现日线走了很长一段时间上涨，那么这个时候你就要开始小心，就它可能会发生的调整就不一定会针对的是日线的飘带，它可能会针对周线的。所以当前的谷歌已经走了一长波价格走势对于周线的一个上涨，所以飘带的远离目前没有回踩过。如果它要回踩，那可能这个飘带可是就是303了，所以这个还有一定的下跌空间的。所以目前的周线，如果它这里无法上行而是往下走，它是有可能要去碰周线的飘带的，所以这个呢是要小心注意的。而后我们再看到这一个图表，就是阿哲呢把上海趋势图取消了，阿哲调出了另外一个指标，叫做 TD 的宽松技术13。很多人呢可能只知道神级九转，但是你不知道神级九转呢，它其实还有另外的一种使用方式，就在出现神级九转之后，开始数 K 线，数的是技术13，这是迪马克先生呢另外一个9后的进阶的账法，或者说识别衰竭点的方法。你会发现很多时候9之后它还能够涨，或者9之后呢还会跌就是它可能在走一个13的一个变盘点。目前的一个谷歌在周线上之前的九转上升是在这个地方所以后面呢是一直没有九转。那么后面第二次的九转呢是在这里，所以当下市场是连续有九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再出现了一个13，所以这里呢是一个技术13的 K 线，而且是多次产生，所以这里要小心，它可能会进行一个小调整。这里呢，阿哲不认为是一个大的调整，因为它很强，所以有可能是一个小调整之后呢，往上继续走一个9，才会真正见到一个高点。那么13它的一个卖点呢，正常就是找到比4天前低的 K 线。所以谷歌其实在这一根 K 线的时候，已经开始发生了一个风险信号，然后股价呢走出了周线上的震荡。那么这种震荡可能会引发的行情就是往下的一个调整。调整的一个范围呢，就是上海趋势图可能周线上的一个飘带，而不是日线的飘带。当然我们这个九转后的13，它是一个左侧的条件，我们可以继续去跟踪，可能日线先发生反弹不过高，再往下走下跌的一个情况，再去确认一下这里是周线的风险点。那么这里呢，我们关注一下它的游龙服务线分别呢是 325.812 以及 317.968， 这里要小心它对于飘带的破位，一破可能就是要往这个周线上去走。我们再看到下只个股是甲骨文，甲骨文的话先看一眼，它呢是处于龙门线之下，说明龙门线是被跌破有效的，它先是跌破，然后反抽一下，是不是一个压力？所以这个地方的反弹已经确认了它的压力有效，市场呢容易出现下跌。好，龙门线被跌破有效，龙门线会慢慢的往下拐，那么后续呢将会形成中长期的一个下跌走势。在此之前，它也要快速的去站上才能修复，把这里呢成为一个黄金坑。但当前的甲骨文好像有点难去实现，因为它的中短线也是走弱的，一直低点在降低，所以当前的一个价格走势就比较麻烦。虽然说开始有这种蓝色 K 线大量 K 线产生，但是哪怕这里有反包突破，它也只能说看个反弹。一旦市场走出强势的弱势，它的表现在于突破飘带，或者说有时候无法突破，有时候突破呢走2根就没了，就有点像纸飘带上的一些表现，就突破2根找到高点取高的，低点取高的就反过来，这也是一个风险点，跌破市场容易继续下跌，这些地方容易是反弹的高点。而我们看到当前的下跌九转是走到了第4根，第4根的下跌九转，我们可以关注一下它是否会走到第9根如果有的话，可能会产生一些超跌反弹。那么多方呢不必太过于在意此处的甲骨文它的一个多头机会，哪怕你做的是反弹。那么下一只股票我们看到
MSTR 的话，我们是从左侧的角度开始关注它的，因为它开始出现了一个三财柱在低位，所以这里出现一波反弹。股价回踩时啊，你要关注一下它有没有多空之间转变的可能。目前它是一个紫色带，紫色带前方呢突破第一根、突破第二根，是不是有压力出现啊？所以它当前还是没有逃离过这种突破之后走高点的可能，所以它的空方还是有点强势的。那么现在往下跌的时候，看一下跌破第一根、第二根，两根里面是取偏低的啊，高点也取偏低，所以是这一根 K 线作为关键 K 线。空方比较强，不代表多方就弱，所以这里如果能够止住不跌破，股价上涨，那么它的多头也说明有一仗之力。只要后续能够这一波多头突破左边这个高点，那么后续的回踩每次都可以作为波段的买入机会。而现在这里如果能突破，可以作为短线的看涨点，看一波对于前期高点的一个反弹。所以这是当下对 MSTR 的看法。我们从周线上也可以关注到，它属于一个龙门线周线附近的止跌，然后有一个白玉 K 线、蓄势 K 线、钱袋子 K 线等等的突破，所以目前来说呢，在周线和日线上都构筑超跌的可能，并且多头有所在日线表现，所以 MSTR 可以去关注它的一些短线机会，关注后续能不能走为波段看涨。我们再看到下只个股是微软。微软的话就持续走了一个下跌趋势了，价格是不是跌破了飘带，就跟甲骨文差不多，破了飘带震荡啊，无法站上，欧走加速下跌。那当前呢是一个飘带一直保持黄色，所以这种情况下呢，不管它如何，哪怕它上涨，也只能说看个反弹。目前是白玉 K 线，出现这种超跌 K 线、信号 K 线的时候啊，不代表直接的买点，我们的买点是要出现这种钱袋子啊，或者说白玉之后的消失，就它恢复正常了，然后再有反包出现啊，你再去看涨。还可以看反弹，所以当前呢只能说超跌，不代表就能够涨，它要先消失，出现反包阳，然后看一波对飘带的反弹。飘带的下沿当前是 468.914 啊，作为一个压力位。我们再看到下只股票是 AVGO 博通，博通啊就相对来讲走一个震荡行情，目前在震荡的下轨，所以这个地方将会有一个支撑，支撑点下呢又不远是一个龙门线，所以当前这个价格结构它的低位啊，下跌空间阿哲觉得是不算大的啊，所以这里呢你要做超跌反弹是有依据啊，有可能，只是它昨天还是下跌的，没有跟随指数反弹，所以当前的股价结构只能说依托于前方的缺口，震荡行情的下沿龙门线有一个支撑，但是多方力量不一定买账，所以它会产生的可能是晃跌或者说小反弹，但力度呢不一定会强啊，所以这里只能说多方可以看反弹和支撑，但不一定啊会有多大的行情。它的飘带压力是 343.844。 我们再看到下只股票是 AMD 最近就特别强劲了啊，但是这种强劲呢怎么说啊，就是它走出了一个算是泥潭，前面下跌啊，震荡那么久终于往上走了是吧，它是突破回踩一下继续上行，所以当前呢进入到一个金顶 K 线，金顶 K 线代表你不要在这里追了，之前如果回踩没有买，上行没有买，这里呢就不要再买了，哪怕它走得很强也不要买，因为它临近左边高点，又是一个金顶 K 线，小心释放风险，这是一点。然后同时我们要关注一下，关注什么呢？关注这个地方有一个技术13，就当市场出现了一个升息周转的久之后啊，如果它没有出现明显的下跌，而是走震荡，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用到这个13的一个指标。好，当出现了技术13的时候，这里要注意了，我们一旦出现比4天前低的 K 线，亦或者是高开低走啊，或者说是倾盆大雨等等的下跌 K 线的时候，就要小心，特别这种技术13还是一个加速上涨的，这里就有可能是一个左侧衰竭的高点。那么这个高点产生，它不代表一定要直接卖，因为如果还在加速，左侧的话有可能还在上行，所以这里你要关注一下有没有三阳小顶，会不会出现负阴线，亦或者出现十日星，或者说出现一根阴线，这根阴线呢比4天前低啊等等的卖出信号，有了我们再去卖，如果没有，这里肯定不是买点啊，因为它是一个金顶 K 线啊，后面呢就等冲高，然后呢去找机会卖掉就行。但是它已经是到了13了，所以你不能够在这里去买股票，一买不小心就是个衰竭高点。而它下方的一个飘带呢，当下的支撑啊是在 221.544， 是游龙线的一个支撑点。下一只个股我们看到 HOOD 股价一波下跌，已经来到了龙门线附近。龙门线附近呢，它没有出现一个特别有效的破位，因为它在跌破龙门线第一根、第二根之后啊，就开始出现震荡止跌，就是这个地方的破，它跌破了第二根 K 线，但这里不一定跌破了。我们看一下它的收盘价，
收盘价呢是 110.35， 当时的龙门线是 110.48 啊，略微破了，所以它这里可以啊，关键 K 线是它。目前出现了在这种关键 K 线破位无效之后2天的蓝 K， 而后有钱袋子，所以关注如果这里能够来一根阳线啊，这个阳线如果你比较激进的话，就突破蓝 K 高点就作为买点，如果保守一些就站上龙门线涨上去啊，我们作为一个波段认为这里是个假跌破，有机会是个中长线的底部行情，所以当前这里呢，我们可以看一下超跌反弹，而且因为它的飘带和龙门线比较近，有可能会转化成类似于 AMD OKO 等那种形态，所以我们可以继续关注一下。然后它的一个龙门线是 111.284， 游龙线呢是 114.576， 关注这两个数值。当下是走了一波比较大的调整，到了龙门线附近。就是市场的走势啊，你可以看周线，也可以直接看日线。就如果它涨多了，指示带如果顶不住的话，它一般就会往龙门线去靠。龙门线如果顶不住就麻烦了，它可能会走成像甲骨文那样的一个相对偏中长期的下跌所以正常来讲，如果一波趋势是 OK 的，它最多就调到龙门线附近，就可以寻找一些比较大的一些机会。当前也是走了很长一段时间，在龙门线之上，乖离很大，然后修复乖离，目前已经完全修复，所以在这附近可以看一下有没有一些启动 K 线，如果没有就不要乱买它有可能反弹无法过而走下跌，所以它有可能会这么走只是我们比较乐观的认为，如果能够涨上去可以去看机会了。当前这只个股呢，我们再看到 APP 同样的也是对于龙门线的一个回调就是远离了之后就容易调到龙门线，一旦飘带无法止住，就容易调龙门线。如果能够在飘带附近止住，说明这个调整它只是一个中短线的它还是维持之前的强势波段。当飘带无法止住的时候就小心就有可能是要往龙门线去走，所以当下呢已经到了龙门线附近，一旦修复龙门线，就关注这附近的买点。价格走势出现了低开高走，出现了蓝色 K 线，这里如果能够有反包阳出现，是不是可以作为加仓信号、买入信号，以龙门线呢作为一个防守。目前它的龙门线是在 520.999， 然后它的一个游龙线反弹的第一个压力是 622.397。我们再看到下只股票是高通。高通的话呢，我们当时在回踩龙门线这个地方就开始关注了，也有很多同学在问能不能买。我们说过它是一个超跌，但千万不要乱买，因为你的买点，除非你是出现很标准的九转的买入信号否则的话呢，经常左侧交易不要乱在这里去用，你要等它真的止跌了消失了、反包了去看。目前呢还在蓝 K还没有超跌消失，还没有反包，所以这里依旧关注，但是机会阿哲认为是有的。目前是一个白色 K 线，有蓄势，然后当前是走到九转的第7根 K 线，只是它的时间可能会要再等到第9根，而后我们再去找反转。但这个时候它已经是没有之前那么漂亮了，这个趋势之前是调到龙门线附近就有止跌启动机会，现在是跌破了，所以当前的走势就说明不是很强，至少在很多个股当中不算强。从周线上的角度，它呢是跌破飘带的第2根，跌破飘带第1根、第2根就有支撑了，而后如果突破就看周线的上涨。当下跌破第1根、第2根，所以本周是关键 K 线，它的低点，本周的低点在周线上不要再破，而后能够止跌，就有可能是周线上更大的级别的上行。当然它肯定伴随着日线要去修复这个龙门线，要重新站回去，所以大家可以这么去看高通呢要看得远一点，如果看短的话呢，这个地方只能看个小反弹。而后我们再看到下只股票是 Circle，Circle 就还是走震荡很弱阿哲都想着什么时候可能把它给剔除掉了太弱了，走的一直是震荡。周线上呢就在走一个2次回踩，但是它的止跌信号不多，所以看 Circle 的话不如看 MSTR 和 Coin所以当前呢就相对没有什么信号虽然有这个我们所说的蓝 K但是它也没有反包，所以整体就先看看吧，最多就走一个反弹。它的游龙线也在 80.192， 整体呢是一个压力，之前的9转支撑线是没有被破的，这是唯一相对来讲比较好的一个事情，所以这之上走止跌看反弹，最多就先看个反弹。我们再看到下一只股票是 OKLO， 它的结构就还是我们所讲的比较不错跟亚马逊是一样的，价格一波下跌，修复乖离来到龙门线附近，而后有震荡有止跌，并且还有一波明显的资金流进的这种情况。股价回调，目前走到了神级9转的6号 K 线，我们这里不一定要看这个9转去买，它已经到了一个强支撑区，就是龙门线和这个游龙伏虎共振的地方。看一下左上角，龙门线和伏虎线都在87、86附近，所以这里作为关键的支撑。
昨天的最低呢是达到了86啊，价格而后启动，但是它一直在冲高回落，冲高回落，所以整体呢有一定抛压。但是我们知道啊，这附近就以中长期底部来去对待，那么我们就以此呢去看待每次回落时的低吸点。左侧的话呢就直接低吸，然后呢把价格前期的缺口作为一个防守，所以我们说你可以设置多重的一个止损，股价下跌你就下跌买，下跌买，支撑位有反应就买，但这是比较激进的。相对保守的，或者说相对比较求可靠的安全的买点，就是股价上涨之后回调到这附近找买入机会，比如说蓝色 K 线后的止跌反包阳线。这个反包阳呢，因为昨天的高点比较高，所以你可以不看昨天，可以看这一根长上影线的高点，它能够反包这一根长上影线高点，就可以构成一个买入信号，或者说重新站上飘带上沿，我们的游龙线 92.445 重新站上也可以作为买点。当前只有左侧交易点而没有右侧买点，左侧交易呢比较风险，右侧交易呢可能会更加安全一点，所以当下这个地方的买点右侧不明确，左侧呢只能说往下跌，以下跌买入去看待。不太建议大家把所有的仓位都以左侧买进啊，最好把相对多的仓位呢等待右侧啊去进行加仓。下一只个股我们再看到 PLTR 它也是跌到了龙门线附近啊，出现一个长下影线啊，之前其实有这种状况产生，就是龙门线附近一根长下影线触底，而后有个前带子，第二天反包啊，出现了一个不错的上涨反弹。因为前面这个反弹的力度不够，所以往下跌变抬高。那么我们可以假设它采取的是一个震荡收敛，那么这里就有机会反包之后继续看一个反弹，但是这个空间啊肯定要比这里小。我们看一个收敛状态，它的一个收敛走势，然后去选择一个方向，在龙门线附近去积攒能量。好，龙门线呢最好不要跌破，今天最好反包，构成跟前期一样的一个买点，可以看个反弹。那么它的一个龙门线目前在 165.088， 上方的游龙线呢是 176.628， 两个压力区间，先看第一个反弹空间，然后再看上方的一个缺口作为第二反弹空间。止损的话就可以以这个当天这个长下影线的低点可以作为一个止损。我们再看到下一只股票是 Coin 的价格走势走到这里呢，还是有点偏弱啊，但是它跟 MSTR 一样，就是前期低位出现多次的上台柱啊，这种资金流进，我们所说的一个抄底的信号，并且大家可以关注一点，它当前呢也出现了一个下跌的13，这个13呢是一个买入的13，一旦出现这个13之后，说明股价呢在前面的下跌九转没有止跌，而后到这里是有可能止跌的，所以这个酒后的13，它的买点是什么呢？出现一根比较强势的阳线，可以作为一种买点。而比较保守的就是这根阳线呢，最好比4天前的收盘价高。比如说今天的话，我们把它作为1天前、2天前、3天前、4天前，所以它的收盘价在这里。如果今天收盘是这么个阳线就直接看涨。今天如果没有收出这种阳线，就等什么？那么等下一个4天前，那么就是这个地方，所以慢慢的1天、2天、3天过去，它会越来越容易出现比4天前高的 K 线。那么一旦有，那么这里作为第一次左侧交易相对下跌时的一种买入点。所以这是 Coin 呢在它的股票当中所产生的，有蓝色 K 线，又有买入13，所以一旦呢有买点出现，可以做一个交易看一波上涨。一般买入13成功之后，它的一个上涨幅度一般至少也是超跌反弹，我们就可以往上看，至少修复龙门线的一半空间，也就是说龙门线目前在 305.745， 你可以算一下它们之中一半的空间是多少，作为你的第一个目标位。所以当下呢 Coin 还是可以去关注一下的。整体呢在走多次的收敛状态，它呢是在走下行，有点楔形的感觉，这里如果能够往上突破，是吧，趋势反转还是有机会的。那我们接下来呢再看一下它的一个龙门线，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它的游龙线第一个压力 241.192。 我们再看到下只股票是 Core 位价格走势回调到飘带，有影线变长，所以这里呢有一个左侧的一个信号，价格呢 TD 的差值它已经形成，所以影线变长，股价下一根 K 线只要是不创新低的阳线，那么构成一个买点。如果是反包阳线，那么就更好，那么就看2次启动，目标位呢依旧是龙门线 113.345。 那么当下下方的一个游龙线是 86.220 作为一个支撑点。我们再看到下只股票美光的话呢，依旧如果您是之前买入，而价格走势持股待涨即可，目前不作为一个买入或者说追涨的一个标的，因为你现在买其实就是追涨了。而我们要注意一点，就美光的话，它在周线上出现一些风险信号就是它的一个黄色 K 线是第一个，就金顶 K 线。另外的话要关注什么呢？它也出现了一个
技术的13，那么刚好呢是在本周有一个技术13，上周呢是一个宽松技术，这周呢是一个严格技术。好，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要小心美光在后续出现了左侧衰竭点。当出现这种13啊，不代表一定会暴跌，或者说一定会快速的调整，它还有一个卖出的一个辅助，就是要比4天前在周线上呢，就是比4周前要低。那是作为最右侧的卖出信号，那相对左侧的就是冲高回落啊，或者说走弱啊、长上影线啊等等的，都可以做一些卖出信号。好像曾经这个地方也有一些酒后13的产生，股价是调过一波，有些强势股的回调啊，往往呢是一些买入机会，所以这个地方不作为买点，而是小心啊市场出现的一些调整可能，所以当下要注意这一点。像 RKLB 啊也是如此的，它其实也处于一个13的范畴当中，它的13呢不在周线，而是在日线。好，那么这个13相对来讲，我们看一下，这个13呢不是一个标准13，但是一旦出现也要注意，不管是什么样的13，它都有可能出现调整。好，13产生，而后它是1、2、3、4已经低于4天前，所以 RKLP 它已经产生一个13的卖点，哪怕后面有上涨，也要注意了，是风险点比较大、比较多，所以我们的买入信号。从目前来看，它回调飘带。从趋势角度上，我们刚刚讲的13呢，它是一个左侧的交易。如果从右侧来讲，其实目前就不考虑那么多，就回调飘带，我就买就完事了。回调飘带，反包阳线，买就完事了。但如果你发现回调买入之后不能新高，这在趋势上也要小心进一步的调整。所以对于左侧来讲有卖点，右侧来讲还没有，反包还能看涨。但一旦左高无法破，趋势来讲你容易走弱，对于左侧结合起来就风险会更大一些。所以大家可以左右侧去结合辅助去观看。以上呢就是1月22号美股盘前行情快报，希望对您能够有所帮助。更多精彩内容，我们下期再见，拜拜。